师哥们，作为一个蓝山车主啊，看到魏牌蓝山智驾版的那一刻，我的心碎了，就是它的智能化真的做得太好了。那这条视频呢，我们就说一说它和现款的这个蓝山发生了哪些变化，比如说头顶的这个激光雷达，其实不光如此哦，它的相关的硬件，比如说 Orin X 的芯片啊，包括它的智驾的供应商啊，其实都发生了变化。那其他的车身的尺寸、外观设计没有什么变化。魏牌蓝山很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它的空间，做了6座，同级别它的空间算是非常的优秀的了。那这一次呢，也是全系标配了20寸的静音胎。OK， 还有个很大的变化在尾巴上，看到没？High 4， 也就意味着它的动力结构发生了一点变化。等会儿呢，动态的时候我们来跟大家说，看内饰。来到内饰啊，这才是变化真正大的，主要是在智能化方面。第一个就是它的 Coffee OS 3.0 的系统，我觉得整体车机变得更好了。第二个就是智能驾驶，它开通了无图的城市 NOA， 这个在传统的汽车主机厂里它是第一个，所以我觉得智能化长城这一个是完全的赶上了。咱们说一说它的整体的设计风格吧，和老款相比，这一块织物面板就显得温馨了非常的多，而且这个配色我觉得还挺耐看的，并且非常的耐脏。还有个变化就是方向盘它变粗了。熟悉长城的朋友们可能都知道，之前其实他们包括坦克上的方向盘都是做的很细的，但是在蓝山智驾版上，它的方向盘变粗了。我觉得相对于这个车的这个体量感，因为它比较大嘛，那这个比较粗一点的方向盘，手感握起来会更加的舒服一点。前面的 HUD 我打开智驾之后，它会把你整体的现在的路径规划呀，很详细的信息投上去，包括地图。那个时候整体的感觉我觉得非常的好，很高级。那屏幕呢也是发生了变化，仪表它整体特别是在智驾的时候，它建模建的还是比较好的。然后现在2块屏幕合二为一，变成了一个很大的，并且这个边是比较窄这样的一个屏幕放在前面。最大的变化是 Coffee OS 3.0 的系统，我觉得智能化做得好了非常的多。我们可以试一下它的语音唤醒的能力哈。小魏同学，主驾请讲。空调温度调到20度，打开座椅通风，打开车窗，导航到重庆机场，我要听歌。就全部都可以执行，音乐也打开了。所以现在的这个智能化和新势力造车去比的话，它基本是同一水平，可以这么说哈。那另外呢，就是它也有它的 GPT 的功能，比如说我们可以问它一个问题：小魏同学，你觉得比亚迪怎么样呀？他不理我。小魏同学，主驾请讲。3层镀银玻璃会影响信号吗？他拒绝回答。小魏同学，主驾请讲。西湖醋鱼怎么做的呀？西湖醋鱼的做法包括选用草鱼，可能现在它大模型做的还没有那么的完善啊，但是起码它已经有这个功能了。然后副驾这个大屏幕，我觉得整体的清晰度各方面都 OK。然后这一次他们还新增了一个叫长城黑体的这个字体，也就是所谓的一目十行吧，可能它看起来会更加的清晰和舒服一些，从视觉上。另外这个桌面也有不同的可以设置，你看整体的这个，因为用了8295芯片啊，然后包括它整体的这个设计流畅度都是 OK 的。还有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彩电冰箱大沙发，这个我们就要去后排去说一说了。小魏同学，打开后排屏幕。它现在这个屏幕啊，就是做的很薄了，而且不太会占用这个头顶的这个空间，所以整体我觉得看起来还挺舒服的。退出，好，
然后你看画面的清晰度、流畅度，包括我这样滑，它的响应也非常的快。这个桌面可以换哈，但是真的不要相信别的车评人说啊，手势控制非常好用，真的不好用。等你找到那个点去控制的时候，真的累死了，还不如直接滑去操作呢。当然，如果说有时候我们会躺下，然后再去起身的话，确实不方便。那最好的解决方式是什么？就是遥控器。真的，永远不要相信手势控制这个事情。你们能用的习惯吗？可以屏幕弹幕打起来哈。那电视部分是这样，咱们说说冰箱哈。冰箱呢，在这个中央扶手的这个部分，它这中间做了一个隔板，这个隔板做的很厚实，它可以隔绝底下的一些温度，然后上面可以放一些零食。然后这个呢，其实不光是冰箱，它是一个冷暖箱，就是你也可以制热，里面大概可以放6瓶水这样子的一个大小。然后这边还是一样，有一个独立的空调控制区域，2个60瓦的接口，小桌板，这些没有太大的变化哈。然后这样帘原来也有，只不过这边也是变成了一个织物的面板。这次音响我觉得有一个比较好的提升，主驾后面呢还增加了一个头枕音箱。那蓝山一直是同级别同价位，空间是它的硬实力，这个也是我们之前为什么会买这一台车。如果说你有6座的需求的话，其实它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那现在我明显觉得后排的座椅比我们的那款会更加的厚实一点，而且舒服一些。它也带座椅通风加热和按摩，还有腿托。所以如果说你在这儿后面不坐人的时候，你躺下是一个比较舒服的状态。那后面呢，2个位置正常的坐人也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我觉得就不用多说了。包括后面也有杯托啊这一些配置。好了，我们就把车开起来吧。好啦，我们分享一下驾驶的动态部分啊。首先呢，原来是 P1 加 P3 加 P4 这样的结构，负责发电和驱动是分开的。那这中间一定会存在一点的损耗，比如说先发电，然后存入到电池里面再进行驱动。那现在变成了 P2.5 加上 P4， 也就是发电和驱动同步都嵌入在了这个变速箱里面这中间的损耗会相对小一点。另外一个变化就是原来是2档的，现在变成了4档，也就是说全速域我都可以进行发动机的驱动。那这样它在馈电状态下整个动力会更加的强一点，它相对于增程，那它的整体会更加的强，所以它现在这个叫 High 4这样的一个动力形式。那另外呢，就是这一次加入了 CDC 的电磁减震器，所以我觉得在运动状态下它会更加的支撑性好一点，在舒适状态下它的整体的减震包括底盘的这种韧性和舒适性，我觉得都还是不错的。但是呢，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车是在上市之前的非量产的状态试装车，我觉得他们后悬会有一点点的共振问题，而且如果速度起来了，然后那个路呢是有些起伏不平的时候，它的纵向的震动还是会多了一点点。电池呢给了一个更大的选择，52.3千瓦时的电池，它的 WLTC 的纯电续航是220公里，那这样综合续航就来到了1343公里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它就更加没有里程焦虑了。它的发电机呢最大的功率是125千瓦，前电机是80千瓦，后电机220千瓦。那最后就是要说一下支架部分了，这也是今天带给我最大的惊喜的地方。我确实没有想到它做的哇，出乎意料的好。其实对于传统的国产车企来说，现在能做到无图 NOA 的城区智驾的就没有，所以这一次在重庆试驾，我觉得已经是勇气可嘉了。我已经做好了他做不好的心理准备，但是没有想到他面对很多特殊的情况，真的我们今天啥都经历了，可精彩了。他应对的都还不错。在硬件上，它上面有颗激光雷达，再加上 Orin X 的芯片、毫米波雷达等一系列的硬件，再加上我觉得它这一套算法工程师做的真的还是不错的，有功底哦。就传统的主机厂去做智能化能做到这个程度，我觉得真的是值得点赞。那我们就不多说了，留个悬念，大家可以去主页看我们的视频。真的是面对这个情况，我脑瓜都嗡嗡的响，就到这个程度了。好啦，那就这样，拜拜，下期再见，点赞1键3连哦。